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的影片。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究中国古代神话的源头，解读著名的《山海经》。您是否曾经对中国神话有着浓厚的兴趣？今天我们将为您呈现最古老、最神秘的中国神话之一《山海经》。中国的神话世界充满着著名的传说和故事。今天我们将以《山海经·东山经》为主题，一起探索中国古代的神话世界。东方第一列山系之首座山叫做宿山，北面与前妹山相邻。石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东北流入大海，水中有很多庸庸鱼，形状像犁牛，发出的声音如同猪叫。再往南300里是座垒山，山上有玉，山下有金。湖水从这座山发源，向东流入石水，水中有很多蝌蚪。再往南300里是座寻撞山，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，山下有丰富的青石碧玉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一般的狗，却长着6只脚，名称是丛丛，它发出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。山中有一种禽鸟，形状像蹼，通的鸡却长着老鼠一样的尾巴，名称是鼠，在哪个地方出现，那里就会有大旱灾。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北流入湖水，水中有很多真鱼，形状像书鱼，嘴巴像长针，人吃了它的肉就不会染上瘟疫病。再往南300里是座伯耆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也没有水。再往南300里是座翻条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到处是沙子。碱水从这座山发源，向北流入大海，水中有很多杆鱼。再往南400里是座孤儿山，山上有茂密的漆树，山下有茂密的桑树、柘树。孤儿水从这座山发源，向北流入大海，水中有很多杆鱼。再往南400里是座高士山，山上盛产玉石，山下盛产真石。诸省水从这座山发源，向东流入湖泽，水中有许多金属矿物和玉石。再往南300里是座岳山，山上有茂密的桑树，山下有茂密的臭椿树。洛水从这座山发源，向东流入湖泽，水中有许多金属矿物和玉石。再往南300里是座柴山，山上不生长花草树木，山下到处流水，水中有很多堪鱼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猿猴，却长着一身猪毛，发出的声音如同人呼叫，一出现而天下就会发生水灾。再往南300里是座独山，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，山下多的是美观漂亮的石头。喂，突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东南流入沔水，水中有很多形状与黄蛇相似，长着鱼一样的鳍出入，水中时闪闪发光，在哪个地方出现，那里就会有大旱灾。再往南300里是座泰山，山上盛产玉，山下盛产金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与一般的猪相似，而体内却有珠子，名称是童童，它发出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。环水从这座山发源，向东流入汶水，水中有很多水晶石。再往南300里是座竹山，坐落于汶水边上，这座山没有花草树木，到处是瑶、碧一类的玉石。积水从竹山发源，然后向东南流入曲潭水，水中有很多紫色螺。总计东方第一列山系之首尾，自宿山起到竹山止，一共12座山，途经3600里。诸山山神的形貌都是人的身子、龙的头。祭祀山神，在茅屋中用一只狗做为祭品来祭祀，祷告时要用鱼。东方第2列山系之首座山叫做空桑山，北面临近石水，在山上向东可以望见举吴，向南可以望见沙林，向西可以望见闽泽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普通的牛，却有老虎一样的斑纹，发出的声音如同人在呻吟，名称是铃铃，它发出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，一出现而天下就会发生水灾。再往南600里是座曹溪山，山下到处是构树，却没有水流，还有许多禽鸟野兽。再往西南400里是座一高山，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，山下有丰富的白垩土。一高水从这座山发源，向东流入鸡女水，水中有很多大蛤和小蚌。
再往南行500里水路，经过300里流沙，便到了葛山的尾端。这里没有花草树木，到处是粗细磨石。再往南380里，就是葛山的首端。这里没有花草树木。澧水从此发源，向东流入鱼泽，水中有很多猪鳖鱼，形状像动物的一叶肺，器官却有4只眼睛，还有6只脚，而且能吐珠子。这种猪鳖鱼的肉味是酸中带甜，人吃了它的肉就不会染上瘟疫病。再往南380里是座鱼鹅山，山上有茂密的紫树和楠木树，山下有茂密的母金树和枸杞树。杂鱼水从这座山发源，向东流入黄水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一般的兔子，却是鸟的嘴、药鹰的眼睛和蛇的尾巴，一看见人就躺下装死，名称是囚鱼，发出的叫声便是它自身名称的读音。一出现就会有中丝蝗虫出现而危害庄稼。再往南300里是座杜甫山，不生长花草树木，到处流水。再往南300里是座葛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到处是水晶石，还有很多大蛇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狐狸，却长着鱼鳍，名称是猪弄，发出的叫声便是它自身名称的读音。在哪个国家出现，而那个国家里就会有恐怖的事发生。再往南300里是座卢岐山，不生长花草树木，到处是沙子石头，沙水从这座山发源，向南流入岑水，水中有很多鹈鹕鸟，形状像一般的鸳鸯，却长着人一样的脚，发出的叫声便是它自身名称的读音。在哪个国家出现，那个国家里就会有水土工程的劳役。再往南380里是座孤舍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到处流水。再往南行300里水路，经过100里流沙，是座北孤舍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到处是石头。再往南300里是座南孤舍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到处流水。再往南300里是座碧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有许多大蛇，还盛产碧玉、水晶石。再往南500里是座沟氏山，不生长花草树木，有丰富的金属、矿物和玉石。源水从这座山发源，向东流入沙泽。再往南300里是座孤坟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一般的狐狸，却有翅膀，发出的声音如同大雁鸣叫，名称是毕毕，一出现而天下就会发生大旱灾。再往南500里是座福利山，山上有丰富的金属、矿物和玉石，山下盛产真石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一般的狐狸，却有9条尾巴、9个脑袋一样的爪子，名称是直，发出的声音如同婴儿啼哭，是能吃人的。再往南500里是座山，南面临晋水，从山上向东可以望见湖泽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普通的马，却长着羊一样的眼睛、4只脚、牛一样的尾巴，发出的声音如同狗叫，名称是游游。在哪个国家出现，那个国家里就会有很多剑划的政客。山中还有一种禽鸟，形状像野鸭子，却长着老鼠一样的尾巴，擅长攀登树木，名称是节沟。在哪个国家出现，那个国家里就多次发生瘟疫病。总计东方第2列山系之首尾，自空桑山起到山止，一共17座山，途经6640里。诸山山神的形貌都是野兽的身子、人的面孔，而且头上戴着革角，祭祀山神。在茅屋中用一只鸡献祭，在祀神的玉器中用一块玉璧献祭后埋入地下。东方第3列山系之首座山叫做狮湖山，从山上向北可以望见山，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，山下有茂密的酸枣树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麋鹿，却长着鱼一样的眼睛，名称是怨虎，它发出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。再往南行800里水路是座岐山，山中的树木大多是桃树和李树，而野兽大多是老虎。再往南行500里水路是座猪沟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到处是沙子石头。这座山方圆100里，有很多媚鱼。再往南行700里水路是座中腹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到处是沙子。再往东行1000里水路是座湖舍山，没有花草树木，到处是沙子石头。再往南行700里水路是座
孟子山，山中的树木大多是子树和桐树，还生长着茂密的桃树和李树。山中的草大多是菌蒲，山中的野兽大多是麋鹿。这座山方圆100里，有条河水从山上流出，名称是碧阳，水中生长着很多鲇鱼和尾鱼。再往南行500里水路，经过流沙500里，有一座山叫做种种山，方圆200里，没有花草树木，有大蛇，山上有丰富的玉石。这里有一水潭，方圆40里都在喷涌泉水，名称是深泽，水中有很多溪龟。水中还生长着一种鱼，形状像一般的鲤鱼，却有6只脚和鸟一样的尾巴，名称是格格鱼，发出的叫声便是它自身名称的读音。再往南行900里水路，是座母鱼山，山上有茂密的花草树木，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，还有许多赭石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一般的牛，却长着马一样的尾巴，名称是金睛，它发出的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。再往南行500里水路，经过300里流沙，便到了吴高山。从山上向南可以望见右海，向东可以望见浮木。这里不生长花草树木，到处刮大风。这座山方圆100里，总计东方第3列山系之首尾，自狮湖山起到吴高山止，一共9座山，途经6900里。诸山山神的形貌都是人的身子，却长着羊角。祭祀山神，在茅屋中用一只公羊做祭品，祀神的米用黄米。这些山神一出现就会起大风，下大雨，发大水而损坏庄稼。东方第4列山系之首座山叫做北浩山，屹立在北海边上。山中有一种树木，形状像普通的杨树，开红色花朵，果实与枣子相似，但没有核，味道是酸中带甜，吃了它就能使人不患上疟疾病。石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东北流入大海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狼，长着红脑袋和老鼠一样的眼睛，发出的声音如同小猪叫，名称是革蛋，是能吃人的。山中还有一种禽鸟，形状像普通的鸡雀，长着白脑袋、老鼠一样的脚足和老虎一样的爪子，名称是奇雀，也是能吃人的。再往南300里是座茅山，没有花草树木。苍梯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西流入斩水，水中生长着很多修鱼，形状像鲤鱼，而头长得很大，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皮肤上不生猴子。再往南320里是座东石山，山上多出产苍玉。山中有一种树木，形状像一般的杨树，却有红色纹理，树干中的叶枝与血相似，不结果实，名称是耆，把叶枝涂在马身上就可使马驯服。此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东北流入大海，水中有许多美丽的贝，还有很多雌鱼，形状像一般的鲫鱼，却长着一个脑袋10个身子，它的气味与迷雾草相似，人吃了它就不放屁。再往东南300里是座女真山，山上没有花草树木。石膏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西流入阁水中有很多薄鱼，形状像一般的鳝鱼，却长着一只眼睛，发出的声音如同人在呕吐，一出现而天下就会发生大旱灾。再往东南200里是座青山，山中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，却没有石头。湿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北流入高泽，水中有很多修鱼，还有很多色彩斑斓的贝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小猪，却长着大獠牙，名称是当康，它发出的叫声就是自身名称的读音，一出现而天下就要大丰收。再往东南200里是座紫铜山，紫铜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西流入于如泽，水中生长着很多鱼，形状与一般的鱼相似，却长着禽鸟翅膀，出入水中时闪闪发光，发出的声音如同鸳鸯鸣叫，一出现而天下就会发生大旱灾。再往东北200里是座善山，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猪，却是人的面孔，黄色的身子上长着红色尾巴，名称是河鱼，发出的声音如同婴儿啼哭。这种河鱼兽是吃人的，也吃虫和蛇，一出现而天下就会发生水灾。再往东200里是座泰山，
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，茂密的女贞树。山中有一种野兽，形状像一般的牛，却是白脑袋，长着一只眼睛和蛇一样的尾巴，名称是飞。它行经有水的地方，水就干涸；行经有草的地方，草就枯死。一出现，而天下就会发生大瘟疫。沟水从这座山发源，然后向北流入老水，水中有很多修鱼。总计东方第4列山系之首尾，自北浩山起到泰山止，一共8座山，途经1720里。以上是东方经历之山的记录，总共46座山，途径18860里。感谢您收看本次的影片，希望您对中国神话和山海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，请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。中国神话源远流长，充满着惊奇和神秘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神话的知识，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。谢谢收看本次影片，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建议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次见。